我好像明白了。这个定价由财政局管，检测呢由环保局管，河道又得由水务局管。那这南山湖归谁管？南山湖啊，这南山湖啊是天然湖，没人管。其实要说管的话，有一个南山村的村委会，他们呢其实也不管，因为要管的话需要投入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还要负责任。不管呢，也没人追责。我好像是明白了。都说咱们这个治污难啊，看上去各负其责、各司其职，实际上没人管，或者说假装在管。啊，是这样。曾书记啊，像这种扯皮的现象啊，由来已久，历届的领导班子也都无能为力。我看不是领导无能为力，是体制有问题。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改变的是体制，把这个九龙治水改成一龙治水。秦副市长，这次调研的感受如何呀？污水处理系统的雨水处理运行模式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启用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啊！情况没有反映上来，我的调查研究和协调服务工作没有做到位，在这个事情上，我是有责任的。我不想追究责任，我只是想问你，对九龙治水这个问题你怎么看？曾书记，我觉得不光是治水，治山治矿、治厂治空气，都存在着这种现象。这是制约我们有效改善环境的瓶颈。说白了，还是体制的问题。有问题就要改啊。是啊，是到了要深化改革的时候了。其实我们要改的是我们执政理念的问题。以前我们的执政体系是被动的，是为上面服务，而不是为下面服务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就像现在的职务，看上去都完成了任务，都达标，可实际上解决问题了吗？天知道，但是老百姓知道。是啊，您说的对，这些年来政府在环境治理上没少花钱，但是我们只关心这些钱花掉之后的检测和指标，只关心报表好不好看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咱们在这个龙巢河、南山湖的植物上面，这几年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应该在40个亿到50个亿之间吧。啊，具体的数字得问一下财政局。李正啊，哎，你帮我联系下财政局，我想去一趟。好的，我马上联系。喂，陈局长。哎，我是吕正。曾书记下午去财政局调研。好的，欢迎曾书记指导工作。请问曾书记大概几点到？今天下午2点准时到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喂，季市长，刚刚接到市委办公室的电话，说曾书记要到财政局调研。我知道了，我和曾书记有分工，曾书记跟我说过，要调研，我们可以去市委汇报啊。要什么数据材料，我们都随时可以报上去。作为一个市委书记，何必亲力亲为，跑到局里来开调研会？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说明白点。我可能想多了，季市长。可我有一种担心，是不是某些事情上会针对您？陈长，我不管你怎么想的，曾书记要搞调研，那是组织同意的，我和曾书记也通过气，所以你必须认真配合。无论曾书记有什么要求，
你都要尽量满足。我让办公室下发了配合曾书记的通知，你没有收到吗？收到了，收到了。再说了，财政收入的信息本来就属于政府应该公开的，我们以前做的计划和实施，都是符合法律法规和组织程序的。你担心什么？我知道了，金市长。陈局长，不是我批评你，你要一心为公，不要有这么多的杂念。当然了，在如实反映情况和信息真实的前提下，你对市委和市政府的决定有什么意见和想法，你也可以提出来。好的。曾书记，咱们市的财政情况大体就是这些，您还想知道些什么情况？你是财政局局长，这方面你比我有经验，我就想听你跟我说说，如果我想把陆朝河和南山湖彻底治理好，我知道你们先前花了50个亿，现在还需要多少钱？曾书记，您的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。彻底治理好，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，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。有意思，那你跟我说说，怎么叫科学的概念？在环境治理方面，我也不是专家，但因做财政工作，要对建设资金负责，所以我对水资源的保护和治理略知一二。这么说吧，就拿我们南山湖为例，目前的情况是，在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湖里的水质勉强可以达到国家地表水域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第5类。那这些类别是怎么区分的呢？具体的理化指标很详细，我无法详细叙述。简单的说，1类是最高标准，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区标准；5类是最低标准，大体上讲，就是适用于农业用水和一般景观要求。这么说，我们南山湖或者卢潮河就是个5类。是的，这是常态化下的情况。如果遇到特殊情况，比如旱情或者雨季发洪水，恐怕这个标准还达不到。如果按照你这个类别的划分，5类我想把它提升为4类，咱得花多少钱？这么跟您说吧，假如治污的满分是10分，我们目前经过多年的治污，从0分达到了5分，我们花多少钱呢？50亿。我们现在要把5分提高到6分，我们还要花多少钱呢？10个亿。大家都是这样认为，50亿治理达到了5分，那6分就是增加10亿。不是这样的，因为污染治理的投入和效果是按指数比例的增长，从0到5，也许只花了50亿，而从5分到6分，虽然只上涨1分，但可能就需要再投50亿，甚至更多。那如果我想继续治理污染，你们财政每年能给我拿多少钱？曾书记，您希望是多少？我当然是希望越多越好。我们今年财政预算是6个亿。哎呀，杯水车薪呐！不仅是没有钱，现在我们还欠着旧账。您知道，前些年政府为了改善招商引资环境，拉动本地经济，或多或少都在举债。这些地方债务这几年陆续都到了还款期，债务压力是政府最大的心病。这几年又赶上从中央到省里要求地方关停污染企业，削减落后和过剩产能，
钢铁厂关了，采矿厂关了，港口因为种种原因发展的并不理想。一方面是税源越来越少，另一方面财政窟窿越来越大，日子很艰难啊。所以，这也就是为什么金市长和郭强书记要置换港区土地，搞开发的原因。靠房地产来拉动 GDP， 靠卖地来偿还债务，这些都是饮鸩止渴呀。情况我也算了解了，下一步就是怎么办。看来我这个调研还得持续一段时间。陈局长，渤海的产业结构怎么样？你能帮我们说一下吗？渤海市在改革开放这些年里啊，经济的确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渤海市是仅次于省城的本省第2大市，但坦白讲，我们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现状是令人担忧的。我们原有的产业主要还是集中在资源型，比如铁矿、磷矿、金矿，比如钢铁冶炼和港口运输，再有就是农业、蔬菜出口、花卉绿化和茶叶。现在遇到产业转型、环境治理，矿业和冶炼已经停掉，现在只剩下农业和港口业，而农业和商贸又都是藏富于民，老百姓手里有钱，对税收的贡献很有限。渤海的旅游业发展的怎么样？由于我们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的重点是工业，在资金、用地和政策方面都向工业企业倾斜，再加上这些年掠夺性的开发矿产资源，导致环境严重破坏。我们渤海几乎没有像样成规模的景点，也没有良好和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，空气不好，水不好，景色不好，休闲度假设施不好，谁会来旅游度假呢？今天召集大家来啊，与其说呢我们开的是一个研讨会，不如说是个碰头会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治理污染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。之前呢，咱们的市委市政府也都治理了很多年，可这又同时是一件必须我们要干的事情。就在前不久，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会议，在会议上强调，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。那么，如何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改变我们的生态环境，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问题。我刚刚到渤海不久，很多情况呢，我看到的只是表象，那么真相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今天请各位来，今天你们大伙儿都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你们说，我听。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，好不好？畅所欲言啊！接下来，请讲。曾书记，虽然您刚到渤海市不久，但是我们大家对您的工作作风还是有所了解的，务实行动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我发言之前，我想讲一些心里话。您说。我作为主管环境的基层干部，无论在市里和省里，像参加类似这样的会议也不少。虽然大家都在会议上上传下达许多文件，也出台和学习了许多的法律法规，每次在会上，大家都会很认真负责，信誓旦旦。但是，
大家在实际的落实会议精神的时候，大家会发现又空欢喜了一场，很失落。为什么？因为环保太难干了，而且还影响经济的发展。所以，曾书记，我首先向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对于渤海市的环境治理问题，您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是想听实在话，还是想听虚话呢？咱们召开的不是一个撒谎大会，是不是？当然要听真话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跟您说几句实话。首先，治理环境污染是标准难。我们现行的治污考核标准是国家标准，是照顾了各地方的情况，尤其是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的平均值而定的。我们这样的标准，即便是达到了，也不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的环境。说到底，就是低标准。低标准怎么能够满足高速发展社会经济现实的需要呢？第二，是治污之难难在产业依赖上。通常情况的治污企业都是本地区的纳税大户，我们严格管理，往往呢就会关停许多的企业。即便不关停，我们提高了管理费用，那么随之人家的生产成本也会提高，同样也会把它给挤走。第三，治理污染需要资金，需要大额的资金投入。那么如何解决资金投入，是所有各地方的政府的难处。那么第四，污染治理是长线，短线无法见到成效，也无法变现回报。第五，难以治理是扯皮造成的。任何污染，表面上看都有责任人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，几乎是没有责任方。一旦开始治理，大家就开始推诿扯皮，大部分的治污项目几乎是半途而废，不了了之。所以综上所述，曾书记的治污，我给出的结论是谨慎决策。如果我们投票表决，你是同意呢，还是反对呢？从感性上讲，我是赞成的。对我们渤海市千秋万代有利的事，我为什么不赞成呢？但是从理智上讲，我是反对的。反对的理由？曾书记，我张金峰是个直性子，请原谅我的直率。在渤海治污，尤其是芦潮河和南山湖这一带治污，我只想说8个字：劳民伤财，力不从心。谁还有什么说的？咱们继续。你进。这会议纪要整理出来了。哎，你忙着吗？还好啊。来坐，来聊。这个芦潮河和南山湖的治污碰头会开了以后呢，我也没听你的意见，想听你说说呀。在我看来，
这次会议给我的印象就3个字：没想到。你具体说说。具体讲，就是我没有想到像环境治理这么大的好事，几乎遭到了全体与会干部的反对。也没有吧？秦副市长不是还是挺支持的吗？你不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吗？宏观上是支持的，微观上是反对的，感性上他是支持的，理性上他就是阻止的。那你说，治理这沉积多年的污染问题，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？这就要看你治理污染的目的是什么。你的计划是个短期的目标，还是一个长远的战略？假如果你治理污染，只是为了平息老百姓因为一场洪涝灾害带来的民怨，那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必要，那就是错误的。这也可能是大家所担忧的。大家在想，新书记又在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搞政绩工程，搞面子工程。这样的工程以前见得太多了，就像每座城市的道路，开膛破肚，挖了又填，填了又挖，劳民伤财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是为了渤海市的一个长远的利益，做了一个100年计划、1000年计划，为了造福渤海市的子孙后代，那就是正确的，我们就应该坚持。的确，这个为官一任，一直是有这2种思维。你是哪种啊？你懂的。人家曾书记啊，刚刚上任，你很多事情都需要调研，你就全程配合就完了嘛。你干嘛把一个讨论会开成一个沸沸扬扬的声讨会啊？哎呦，金市长，曾书记一再强调，要我们讲真话，他想了解事情的真相，不玩虚的，说干货。大家呢都是根据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照实说的，哪来的什么声讨会呀？怎么不是啊？人家都反映到我这儿来了。你会上简直就是万炮齐轰，炮口对准了曾书记，对准了环境污染治理。人家曾书记想治理卢潮河和南山湖，怎么错了？金市长，我张金峰是咱们市里出了名的大炮筒子张大炮，这您和大伙儿都知道，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这因此得罪了不少的领导。哈，也就是您金市长大人大量，能够容得下我张金峰的缺点。金市长，那天我去之前征求过您的意见，您还鼓励说张金峰勇于谈出自己的观点，这您忘了？有意见提出来，这没问题，但是你得注意方式。我是担心曾书记啊，认为我们这些干部都在和他作对，不能积极配合他的工作。金市长，我倒觉得那天的会议啊，气氛不错，哎，既热烈又平和，既尖锐又坦诚。哎，如果领导觉得我说话哪儿有不太入耳的地方，哎，我给曾书记解释去，甚至道个歉都行啊。那倒不用，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你是提醒曾书记在重大问题上要慎重决策。曾书记，是不是觉得这个会开得不太顺利啊？也不能这么说啊，我觉得会议开得还是挺成功的，就是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我的预料。大家好像在治污这个问题上啊，是既不愿意花钱，也不愿意花时间。但是虽然跟我的意向相反，我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。那怎么能说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呢？哎，
首先呢，我觉得大家确实做到了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这让我对渤海的真实情况能有一个了解。第二，大家是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，也摆出了他们的困难，这对我最后将来的判断是有好处的。而且，发现问题，我觉得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会开得成功的标志。你还挺乐观。那不乐观怎么办？我还能整天愁眉苦脸的，活不下去。说说，需要我帮你一点什么？我需要你帮我想一个大问题。你说，怎么做，咱们既能治污，又能保障经济的发展？难。你先说治污，找到了污染源怎么办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关停，这是最直接的。你关停了之后，那地方经济一定会下滑。地方经济一下滑，政府就没钱了，没钱，方方面面的事情你就处理不好，那就会影响地方的整体。那老百姓呢就不愿意，我们呢也就干不下去了。哎呦，金市长啊，你是爬到我肚子里去了。我也不是孙悟空，你也不是铁扇公主，我怎么会钻到你肚子里？我知道你这想法，因为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干的？怎么做？我不敢做。我在渤海市干了这么多年，我经历过几任市长、市委书记，他们都不敢也不愿意从源头去抓环境治理，我就敢吗？我抓了，钱从哪来？而且你抓着没有效果怎么办？你治理污染光花钱，没有响动，怎么弄啊？我觉得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啊，可以请一些相关的专家，把他们请到渤海来，让他们给咱们把脉出主意嘛。你以为我没有请教吗？为了治污，我开了无数次专家会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究竟应该怎么办。即便说出来了，我也听不懂。听不懂？怎么意思？他们说的太专业了？实际上我真听不懂吗？我都当市长了，我听不懂他们说话，是他们说的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，结果呢，都让我给轰走了。美国的、瑞士的、德国的、新加坡的全来过，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的。怎么办呢？我只好把它搁置一下，见机而行。哎，你说这么多人都来过，那当时的这些，比如说调查报告啊、研究结果呀、会议记录什么的，都留存了没有？有啊，好多啊。太好了，你帮我整理一套，我拿回去研究一下。我安排时间给你准备一下。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看了也没用。我管他呢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有枣没枣三竿子。哎呀，不瞒你说呀，这是我到渤海以后第一次出来散步。今儿怎么了？情绪不高吗？工作上的事儿？一言难尽啊！哎，咱俩不是说了吗？不谈我工作的事儿。我才懒得管你工作上的事儿呢，我是担心你。怎么了？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就好像啊，进入一个迷局，找不清东西南北，看不见方向。举个例子吧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那个摆摊儿的。以前这摊儿摆的挺好，哎，旁边有棵大树给我遮风避雨。后来我想把这摊儿摆大，我就把这树给砍了，哎，把树卖了钱，摊儿确实做大了。没高兴2天，我觉得没这棵树啊，让我天天的风吹日晒的，我不舒服，我就又想去买棵树去，可这买树得花钱，
我一花钱就得影响我这买卖。哎呀，才有了今天，听明白了吗？坐。明白了。现在的你啊，就是一个曾燕来跟另一个曾燕来在打架。你看啊，有一个曾燕来在说呢，我现在要种树，我要买树，等这个树长大了呢，不光是我的儿子、我的孙子都能享受。可是另外一个曾燕来又说了，我现在在摆摊儿，我现在摆摊儿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把摊儿做大做好，尽快的把钱挣了才是硬道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想说呀，假如你是这个摆摊儿的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是我嘛，很简单，我呀就找一个卖树的跟我一块摆摊，这样我又能享受到他的树荫，然后他也能记住我的客人，多卖几棵树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我说的不对啊？你知道什么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吗？不知道。你会知道的，很快就会知道的。卖树的，对，我就是想找个卖树的，和我一起把我这个摊儿做大做强。我好像明白你这意思了，可现在卖树的难找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你来之前呢，我们确实花了不少钱，诚心诚意的去请一些国内外的专家来出谋划策，可是到目前为止，他们没有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理论解决不了我们的根本问题啊。这为什么呢？我们请的这些人呢，你甭管是博士也好，院士也好，他们是不是专家呢？他们是专家，可他们只是在治污的某个技术环节上是专家，而我们现在急需要解决的，不是某个技术环节上的解决方案，我们是要理清整个治污和经济发展的链条。这个链条很长，有1公里这么长，但是他给我们提供的答案，只是这长城链条的一个环，只有1厘米。也许这专家呢，在这1厘米的环节当中，他们非常专业，但是他对我们解决根本问题帮助不大。照你这么说，咱们需要的不是专家，而是一个杂家。没错，要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一，你得找一个经济策划大师；二，得找一个城市发展的规划大师，同时呢，也是环境治理的规划大师。这还不包括规划之后如何对接市政设施的设计单位、资金保障单位、总包单位等等等等，它是一个系统，一个系统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说的这个，我们怎么说叫经济策划大师吧？咱们先这么叫。这样的人国内有没有？没有，至少我没有找到。这些单位啊，他不可能给咱们做这种事情。那国外呢？国外有，但是对中国的问题不了解，有文化差异。那照你这么说就无解了。可以这么说。你再说了，你就是找到了这个人，他给你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方案，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实施这个方案。你明明知道你解决这个方案的能力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范围，那你找到这个方案又有何意义呢？假如说我们找到了这个人，或者是一个机构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们去创造一套可以付之实施的方案，是不是就算是我们创造了一套独门绝技？当然算了。好，我要的就是要创造这么一套独门绝技。
行了，该歇歇了。不行，我得找着那卖树的啊。那亮文找了，我先回酒店了。早点休息。哎，那你自己路上慢点。到了给我打个电话。知道了。金市长给我的这些资料啊，对我这个了解情况、调查研究帮助不小。哎呀，但是我今天请你来啊，金副市长，我是想问一下那些专家的事情。您是说我们以前聘请的专家？对，我知道好像你们找过这么一个专家，最终没有进入你们的专家团，好像待的时间也不长就走了。是有这么个人。当初金海东市长聘请的专家里面，他的名头和专业职称都不算很高，但是他却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。具体说说。怎么说这个人呢？这个人脾气很倔，有那么点儿桀骜不驯吧。后来在是否聘请他进入专家顾问团这件事上分歧很大，最终没有把他的名字列入专家名单。这人是哪儿的呀？啊，他是北京的，他是一家民营公司的董事长，还是创始人。他的公司是做水污染治理的，他本人呢，还是咱们国内目前少有的水资源治理方面的专家。哦，那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懂经营的专家。准确的说，他还是一个杂家，一个通才呢。哎，你有这个人的资料吗？这样吧，我把他的资料整理出来给您，您了解一下。好，我先摸摸他的底。找到了，就是他。对，葛静。从这文章上来看，这个葛静是个大家呀。哎呦，这可不仅仅是个大家呀，这是大师级别的。喂，金副市长，上回咱们说那葛静，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我有，我马上发给你。太好了，越快越好。好。我跟你说，说不定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卖树的。先别太兴奋了，啊，不管他是卖什么的，这个人也不会来渤海。为什么？这个事情我之前帮你了解过。啊，这个葛静呢是个日务的行家，但是这个人的脾气特别的怪，特别难搞。你管他难搞不难搞的，你就告诉我他为什么不能来渤海。我也是听说，这个葛静呢曾经满怀热情的来过渤海，但是在这坐了冷板凳。从那之后，他就拒绝参加一切渤海的项目，也不参加针对渤海的支务会议。那就是把人伤得太深了呗。哎呀，那咱得想个招啊！无论如何，咱得把他请来。不好弄，伤得太深了。不信，没招了。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，但是不能保证成功啊。说，求贤若渴，三顾茅庐。就这么定了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新闻媒体记者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是我们黄海造船厂大喜的日子，通江达海项目正式启动了。
我们厂荣幸地负责了通江达海专用船舶的定制生产。为此，我们感谢市委、市政府、通江达海项目指挥部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。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，造出一流的船舶，让它安全平稳地行驶在祖国的江河大海上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。下面有请渤海市市长金海东先生致辞，大家欢迎。我对这次出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出师不利，差不多。为什么呀？本末倒置。这话怎么讲？